怎么关啊？OK。嗨，大家好，我是 Stark。今天我想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跟看脸时代有关的几部漫画，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看脸宇宙。因为我发现还是有蛮多读者不知道泰俊还有其他的相关漫画的。先跟大家说明一下，看脸宇宙跟泰俊宇宙是不一样的哦。看脸宇宙是指跟看脸时代共用同一个世界观的作品。泰俊宇宙是指 PTJ 漫画工作室所产出或是投资的作品，但这些作品不一定隶属于看脸宇宙，像是堡垒、白叉叉或是死刑少年，这些都是由 PTJ 工作室产出或投资的作品，但他们跟看脸时代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今天重点放在看脸宇宙，然后我会讲一些我个人的观点，还有我的推荐指数。OK，Let's go。目前看脸宇宙包含的作品有《任务至上主义》、《囧途人生》、《格斗实况》、《金部长》、《触法少年》，以及最近才推出的新作《소년법칙》。台湾翻译我猜可能会翻成《少年的法则》，还有一部尚未确认但稍微有点线索的作品《脸战时代》。每部作品几乎都是由不同的老师作画，剧情的部分有的是 PTJ 工作室的人，有的是泰俊本人。我认为看脸宇宙的作品最让人觉得兴奋的地方就是客串。我非常喜欢看到不同画风的某个角色，而这也是看脸宇宙最大的亮点之一。美国有 Marvel、DC， 韩国就有 PTJ。OK， 第一部要介绍的是《任务至上主义》。《任务至上》的故事背景架构在江北，讲述陈友汉的地犬联盟瓦解之后，江北4间高中为了争夺地盘互相干架的故事。本作主角金秀贤就读于江北西高，当然毫不意外的，他也是个被霸凌的角色。但某一天，他在被霸凌之后，突然眼前浮现出了任务视窗，并且透过解决任务能够得到卡牌，卡牌能够帮助自己或是队友变强。于是，在任务系统的帮助下，金秀贤摆脱了被霸凌的处境，但他也必须跟随任务系统的脚步，一步一步变强，干架，统一江北。当然，经典的客串也是一定有的，陈友汉、金基明、李正成等人都有出现，当然没有参与打架，因为他们任何一个人介入都会导致任务至上提早完结。老实说，《任务至上》是我比较没那么喜欢的一部作品，但它还是不错看啦。简单来说，它就是一部爽漫，画风很帅，很现代，剧情基本可以说是没有，角色曲线算是有，但每个角色都太平面了。除了主角金秀贤之外，其他角色的故事都很普通，而且动机都是没办法深究的。所以看到现在快接近完结了，能共鸣的角色几乎没有。不过我很喜欢丹尼尔，因为他实在太帅了。我认为《任务至上》是泰俊为了赶上流行而产出的一部作品。他的作画跟剧情都是交给 PTJ 旗下的创作者负责，但娱乐效果还是不错的。整体推荐指数给3颗星，白彩铃好赞。第二部《囧途人生》第1季目前正在连载第2季，这部我大推啊，没看过的人一定要去看。这部作品呢是在讲述一个因为高中被霸凌而过着悲惨人生的主角金正友。某天打工时偶然遇见了过去霸凌他的坏蛋张安哲，重点是他还过得还不错。之后，金正友发生了意外，在生命快走到尽头的时候，他诅咒张安哲，让他体验一下他的人生。于是，张安哲穿越回了高中，并且成为了金正友。故事就在穿越之后展开了。在这过程中，金正友展示了在高中被霸凌所导致的一系列影响他人生的悲剧人生事件，但张安哲却依靠自己的魅力及手段，一步一步解决。在这之中，让张安哲产生了各种反思。这一部的剧情紧凑，而且笑点不断，但幽默的同时却能够发人省思。作画的是田善旭老师，就是老师的特色画风。剧情则是由泰俊负责，这两个人合作真的太强了，我真的强推囧途给各位，一定要去看。整体推荐指数我给 4.6 颗星，普多宾赞。第3部《格斗实况》最近已经被做成动画了，一样又是被霸凌的主角开头啦。弱小的男主柳浩斌某天在影片平台发现一个神秘的频道在教格斗技巧，于是开启了他的实况生涯。一开始他只是为了反击恶霸，顺便赚钱而已。但到后面，他们一步步的被卷进了更危险的事件，当然刘浩斌也变得越来越强。随着剧情的发展越来越腐，隔时直到第1季完结，我都觉得非常非常推荐。但到了第2季，整组有点歪掉，反派的行为动机非常弱智，新角没有看点。柳浩斌等人的角色曲线也早在第1季就走完了，所以第2季有点强行加戏的感觉。但整体来说还是很好看。作画的是金正贤老师，剧情一样是泰俊。这部的作画我觉得非常帅，打击感等等的都很有力道，人物设计跟剧情也有笑点。好在最后的完结收的还不错，算是完美的收官啊。
推荐指数第一季我给 4.5， 加上第二季平均大概4颗星啊。动画推荐指数 2.5， 秋天赞。第4部是金部长，这部我是极度推荐，一定要去看啊。本作讲述在看脸时代第4家子公司登场的金部长的背景故事，感觉应该是当时金部长的初登场实在太帅又太有魅力了，于是泰俊安排了金部长的个人漫画。看了这一部，你才会明白金部长在看脸是多拘束啊，你才会了解金部长为什么会选择待在白虎人力，他经历过什么才会选择放下尊严向前看齐，以及他真正的战力到底有多高。杀人跟打架是有本质的区别的。金部长可是能够对柳正轻描淡写的说要杀精英跟百鬼可以，但需要另外加钱的男人欸。金部长是一部大叔漫画，前面提到的囧途及格时中的战力天花板也是这一部的主角，战争之神多兵霸朴真铁，跆拳道的传说太勋霸陈寒珠，还有李道圭等人。金部长这边出的任务规模之大，全部都是一不小心就会引发战争的等级，跟流氓打架完全不同啦。金部长的打戏我觉得非常有水准，并且剧情完全不拖泥带水，画风也更加狂放暴力。作画的是郑中哲老师，打击感跟速度感，我认为都是最适合金部长的画风。推荐指数 4.8 颗星，敏之赞，真的脖子被金部长挂一条银线。第5部触法少年，本作讲述的是一位遭到校园霸凌的主角林颖成。好难念。李颖成在被霸凌者加害后，失去一切，卷土重来，向霸凌者展开报复的故事。这部作品表面上来看是一部爽漫，但其他蕴含的意义非常深，表达的议题也很严肃。连载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出现过笑点或是幽默的元素。我认为这一部是看脸宇宙中最沉重的作品。在漫画里提及的犯罪事件真的非常之离谱。刚开始看可能就是常规的霸凌事件，但越往后严重性越高。李颖成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遭到毒手，整个氛围非常窒息。最离谱的事情是，有好几篇的内容是由真实事件改编，有时候我真的会觉得现实比漫画还要荒唐欸。以最近的剧情来说，发生了一件越狱事件，他用的越狱方式基本上可以说是完全无脑，所以我在看的时候一直想说，这是什么智障剧情，这也可以画。结果旁白在最后的文字叙述中说到，这整个越狱事件非常荒唐离谱，但它是真实发生的越狱案件，真的就是这么夸张。既然是看脸宇宙，客串的戏份也是不少。李颖成学习打架的师傅就是格斗实况的主角柳浩斌，还有回旋天才陈泰勋，作画的也是郑中哲老师，跟绘制金部长的是同一位。推荐指数 4.5 颗星。第6部也就是最近才开始连载的新作《소년법칙》，我自己的翻译是《少年的法则》。这部新作目前只能在 Never Webtoon 上看到。这部作品是在讲述一个位于俄罗斯的杀手培训机构，他们培养出了一位有史以来最强杀手小孩，在某次的交易过程中遗失了，想当然就是流落在韩国啊。故事就围绕了这个最强少年展开。本作在第1话就出现了客串，杀手培训机构的教官就是目前担任 H 集团警卫市长的亚历山德·苏菲亚。后续还有白虎人力跟山崎派。这部作品的作画也很精致现代，我认为是大众都能够接受的作画风格。剧情部分到目前为止还不错，但不得不说这个设定有点老套，所以目前的剧情我个人也认为有点套路。但动作戏很帅，处理得干净利落，细节很到位，真的有一种不小心就会死的感觉。因为是最近才连载的，我对它还很有新鲜感。目前我的推荐指数大概是4颗星啊，阿姨赞赞。终于来到了最后一部《脸战时代》。这一部是目前我还不确定它是否跟看脸宇宙有关的漫画，但是有一些小小的线索。不过因为目前都还没有真正的客串出现过，所以还不能确定。本作呢也是一部穿越剧，主角朴中日是个 MMA 高手，从小父亲就不在身边，母亲也因为意外去世，被他爸爸的朋友，同时也是他的 MMA 教练带大。某天他突然接到一个消息，他失联已久的父亲过世了。中日在领取的遗物中找到了一只爸爸的旧手机。突然，这只旧手机打来了电话，在朴中日接通之后，他瞬间穿越到了20年前的2003年，也见到了年轻时的爸爸。于是朴中日就待在过去，准备拯救妈妈的性命。这部作品是一部以解谜为主、打架为辅的作品。目前看下来，我觉得还算精彩。因为本人我是很不喜欢穿越的设定，不过这部我目前为止还没有反感。谜底是一层一层揭开的，有时候会有反转。整体来说，悬疑感还算有。动作戏就比较常规的操作了，分镜就一股浓浓的泰俊味。作画的老师一样是田善旭老师。那前面为什么我说这部有一些线索能佐证呢？
第一点就是在看脸时代中，李正成的拳馆教练提到他认识一个 MMA 的馆长，泰俊很常用不经意的台词来完成一些客串，所以这里我觉得有可能是。还有另一点是，这部作品的时间点是2003年，是金甲龙隐退踏入政界之后的4到5年之间。关于金甲龙什么时候隐退的，可以去看四大帮派时间轴那支的开头。总之，脸战的这个时候大概是帮派势力最混乱的时候，也就是1代之前的0.5代。里面的角色也提到曾经称霸全国的前辈，而图片上的人很像金甲龙的装扮，人物外形、时间点都很巧合的能够对上，所以这一部作品也很有可能是看脸宇宙的一部分。不过要更确切的客串，要看之后的剧情会不会提到了。这部推荐指数4.2颗星，抿 C 好赞。好了，以上就是目前看脸宇宙包含的7部漫画，其实每一部都有独立的故事在走。如果单独阅读其中一部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每一部都看的话，会有比较多的乐趣跟惊喜。直到现在看到客串，我都还是会很兴奋。以上推荐给只有看脸时代的朋友们，不知道泰俊之后还会不会推出新的相关作品，我们拭目以待。喜欢我的影片，帮我按赞、订阅、分享。比较喜欢哪一部作品，可以在底下留言跟大家讨论。下次见，拜拜。